田大将军，请留步。孙子有何指教？不敢。皇上惦记大将军您的臂上，特让奴才将这秘制的金疮药膏交给大人叫您使用。臣年羹尧恭谢皇上圣恩。知道年羹尧为何能成为权倾朝野的人吗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一二。雍正刚刚登基，需要稳固朝堂，故意让苏妃在大庭广众之下送来药膏，是为了拉拢人心，彰显自己的人善。但年羹尧却借此机会将这份善心转变为皇上对自己的特别关照，其目的也是为了拉拢人心。而且西北边防需要他去镇守，所以他敢断定皇上不会因为此事而迁怒于他。并且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在古代感谢皇上的恩赐时是需要下跪行礼的，但年羹尧却没有。这是导演在暗示年羹尧的嚣张跋扈。此时站在年羹尧对面的是将来他的死对头甄远道，他是大理寺少卿，这个部门类似于现在的最高法，不过大理寺卿才是一把手。此时的甄远道是少卿，也就是二把手。小妹近日在宫中可好啊？华妃娘娘凤仪万千，出关6宫了，大将军您放心好了。我们都知道华妃是皇上的妃嫔，理论上也是年羹尧的上级，他这里直呼对方为小妹自然是不对的，但年羹尧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他仗着自己能力大，大肆炫耀恩宠，以此来拉拢人心。而苏妃的回答也让所有人明白，年羹尧在前朝得势，他的妹妹在后宫里也是一手遮天的存在，进一步扩大了年家在众人心中的地位，而这也是百官费尽心思送女儿入宫的原因。后宫争宠争的也并非是单纯的爱情，而是被家族利益捆绑的算计。皇上，敬事房的人来了。在9子夺嫡中，最终只有一个人胜出。作为赢家，雍正不敢片刻怠慢，一心扑在事业上，只为消除负面影响。为此，他已经半个月没有去后宫了。这一幕是为了强化皇上的正面人设。不过就在这时，太后却突然走了进来。天热，我叫御膳房做了绿豆百合粥，哀家吃着不错，知道你还没睡，给你送一碗过来。多谢皇娘。在这一幕其实很有意思，明明是一个母亲关心儿子的温情画面，但雍正却一脸冷漠，回答里也没有掺杂一丝感情，暗示了母子二人的关系有隔阂，同时也为后续的剧情做了铺垫。太后是上一届的宫斗冠军，而皇上也是皇位竞争里的赢家，两个都是千年的狐狸，谁也骗不过谁。皇上，这是隆科多大人打扬州给太后新弄来的酱菜，说是比3比7的爽口。这里几乎是明着告诉雍正，隆科多是太后看好的人，希望他能在各方面给对方行个方便。不过他没有自己开口说这句话，也是在试探皇上对隆科多的态度。如果对方表现出厌恶的态度，那么太后就必要重新审视隆科多的价值了。皇娘，要是嫌天热，儿子可以让他们拿些冰放在额娘的宫中。雍正的这句话其实就是在回答太后的试探。太后之前说天气热，酱菜配粥很开胃，那么雍正就表示自己有办法帮他解暑，不需要别人送什么酱菜。言外之意便是不希望太后插手自己的工作。人老了，倒也不怕热，叫人放心不下的是皇帝你，早晚忙着朝政的事儿，自己的身子要有数。太后也给出了自己的态度，既然皇上不喜欢，那他以后也不会再提起此人，然后将话题转到健康上，明面上是夸赞皇上工作认真，实则是为了引出接下来的话题。先帝有你们24个儿子，皇帝就不如先帝了。之前我们提到后宫并非皇上爱情归属地，而是前朝斗争的延伸。太后提起了子嗣话题，就是为了推进选秀的进度。毕竟这块蛋糕涉及全国官员，他作为主审官之一，从中可以拿到的利益无法预估。同时他也注意到年家的势力逐渐有些失控，所以也希望找些新人进来抗衡对方。雍正也是同样的想法，所以他没有反驳，而是选择了同意。在削弱年家的这个话题上，母子俩难得达成共识，可见年羹尧和华妃在他们心中有多不受待见。